这次来夏威夷大岛的 Kona 有2个目的，第一个是参加 Manta Ray Night Dive， 第二个就是看火山爆发。这次来大岛9天，有5天在潜水，因为能看到 Manta Ray 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所以5天之中我们安排了2天看 Manta Ray， 就是以防我们第1天没有看到。我刚好看到，是吧？我们在这里每餐几乎都吃海鲜和生鱼片，觉得很新鲜。也吃了好几餐夏威夷的特产，各种 poke 料理。一到了 Airbnb， 我们就休息睡午觉，因为晚上还要开2个小时的车到夏威夷火山公园看最近又开始喷发的火山。虽然距离离得很远，但是能够亲眼看到火山喷发，还是感觉非常震撼。为了要避免人潮，我们晚上9点才到国家公园，然后凌晨1点才回到家，还是蛮疯狂的。车来了。今天是我们的上班日，下午下班后，我们到了附近的海边放松。平常在北加的海边通常都是阴天，又因为海水很冷，不可能下水玩。这次终于久违的玩到水了，很开心。嘿，漂浮，你漂得了吗？夏威夷所有的海边都是公共的，但是因为它藏在四季酒店里面，需要经过四季酒店的大门，所以相对隐秘一点。这里海边虽然很小，但是很安静，也可能因为有好好维护，所以环境也很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有连续5天的潜水。第1天就是我们最期待的 Manta Ray Dive。今天是下午集合，所以早餐先来吃饱饱的，不然每次潜完水肚子都很饿。我们今天的2个潜点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因为白天和晚上有不一样的景色和生物可以看。太阳一下山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下水看 Manta Ray。Manta Ray 是浮游生物，所以天黑之后把灯聚集在一起，做成一个 campfire。灯照到浮游生物，就可以吸引 Manta Ray 来觅食，而我们就可以趴在石头上欣赏这场 Manta Ray 帮我们上演的表演。Kona 最有名的潜点就是这里，因为太美了，所以这里还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世界10大值得潜水的地方之一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每天就是上班、潜水、吃饭。如果还有时间或力气的话，就去附近的海边散步。Kona 这边在海上很少会看到海龟，它们有一个特别喜欢休息的海边，在这里总是可以看到几只海龟在石头上睡觉，或是在浅滩觅食。今天 Kona 的市区刚好有农夫市场，看到了很久没有吃的莲雾，买了2颗，吃一口却发现非常不好吃。不要拍一下，真假的？超级难吃。但是因为还是有微微的莲雾味，所以默默的把它啃完了。事后还是去吃了我在 Kona 发现最好吃的冰淇淋店，补偿一下我可怜的味蕾。因为我们第一次的 Manta Ray Dive 已经很完美了，所以我们对第2次没有抱有太大的要求和期待。虽然今天的能见度没有第1次好，但是这次来的 Manta Ray 更多、更大，而且离我更近。有一只还不小心碰到了我的头，它们好软好可爱。我们数了数，有一次超过11只在我们的眼前。因为太多只了，甚至不知道要看哪里。它们肚子上的斑点和人类的指纹一样，每个都是独特的。可以这样近距离欣赏它们身上的花纹和在海中优雅游泳的样子，这里真的是很值得来潜水的地方。最后一天是我们的休息日，下班之后晚上订了 Kona 希尔顿度假村里面的餐厅，好好的用在 Kona 的最后一晚，欣赏夕阳和享受美食。聊了很多潜水的大小事和回忆这趟旅行最棒的地方。确定的是，这次的潜水之旅超出我们的预期。从潜水店的服务到我们看到的鲨鱼和最棒的 Manta Ray， 让我们对 Kona 大改观，也让我们从再也不想来改变到推荐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再来。
因为这个世界太大，想要去潜水的地方太多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造访这里，但是如果你问我还会不会再来，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